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颖。现代人啊，真的很容易情绪忧郁。那在中医门诊呢，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来看忧郁哦，尤其是女生啊，经前经后觉得心情都不太好，或者是更年期前后的时候，也觉得很常容易有一种忧郁的状态。那中医是怎么处理这种忧郁的问题呢？让我们来看这一集。抑郁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心灵的感冒。其实对现代医学来说啊，它不只是一种心理疾病而已，它真的是脑袋里面有一些物质没办法好好的分泌出来，然后它真的导致你想要开心，但是也开心不起来。所以我常常跟那个忧郁症旁边的家属说，他不是故意的，这种状态是他身体生病了，跟他感冒一样需要治疗的。你不要一直骂他，他就是生病了。那我们给他药物，慢慢他就会好。那中医在讲忧郁症呢，其实中医没有忧郁症，但是中医有郁症。郁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脏腑气机没有办法去舒展开来，就是气郁的状态。那最常容易引起气机不顺畅的3个脏腑就是心、肝、脾。那忧郁症在人生当中有几个周期会比较容易出现一点，像是女生月经前、月经后啊，然后产前、产后啊，更年期啊，或是老了身体比较虚弱，或是你大病一场之后，那这种气血比较虚弱，或是正在混乱的状态，就特别容易有郁症的倾向。那中医治疗郁症呢，我们大概会分成几个型。那第一种呢，我们来讲阳虚型。很多老人家被带过来看的，或是男性更年期的，这种就属于阳虚型，特别是老年型的这个忧郁。因为现在是高龄化的社会啦，所以很多的长辈啊，真的会被家属带过来看，说，这老人家一直消瘦，然后都不吃饭，那是不是身体出状况了？结果一详细问，其实老人家真的很忧郁。本来呢，平常都会出来客厅跟大家一起吃饭、看电视。现在一天到晚躲在房间里面也不出来，然后也不想跟人家讲话，也不想吃饭。那或者是有些老人家，他只要一到冬天，状况就特别糟，特别容易觉得心情不好，不想进食。其实这就是阳虚。那我常常给这些老人家，就是给他一些2仙汤啊、4逆汤啊。那吃了1个礼拜的药，回诊之后，他觉得就是他比较吃得下，心情比较舒展开来，也有这个意愿呢，出去外面走走。那这其实呢，就是给他一点心理的阳光，不用出去晒太阳，让我来给你正面的能量。那有一种类型呢，大部分发生在女生身上，就是阴虚型，像是很多更年期的妇女啊，她都会觉得她快疯掉了。她觉得她本来是一个很开心的女孩子，然后很正面、很积极，可是呢，一到更年期的时候，她觉得她变得比较负面的情绪思考，而且她开心不起来。门诊常常有这种家庭主妇啊，50几岁过来看更年期，就常常跟我抱怨她忧郁。那老公在旁边纳凉啊，就是说，你看啊，她现在变得不像你这个人，医生你把她调好啦。我说，拜托，老公你要好好包容她，她现在不是她愿意的，她是更年期状态。那你现在包容她，几年之后换你更年期，你阳虚状态，换她要包容你。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身体处于一个生理周期在变化的时候，其实都会容易出现这种郁症。像我很常用6味地黄丸啊、肉苁蓉啊、女贞子、旱莲草这些，那这女生吃了会觉得，我比较容易平静，而且比较不会觉得那么负面思考。那还有一种真的很常出现，就是那种大病一场之后的病患，像最近不是很多人得到新冠肺炎吗？那很多人得到新冠肺炎都会来门诊，那看咳嗽，然后顺便也说一下，就说，我一直咳到心情很不好。我说没有啦，你就是大病一场之后，气血两虚，变成郁症，所以你就变忧郁状态。人参养荣汤在最近这种新冠肺炎后遗症，我真的很常用。很多人这个心肺不足啊，容易喘啊，然后忧郁啊，吃了这个补气的药之后，就会觉得心情比较开一点。那再加上一点化痰的药，把它这郁症跟痰症把它解开来。我通常给温胆汤啊、2陈汤啊、石菖蒲啊、郁金啊，让这个气血运作是比较顺畅一点。那这时候呢，这个大病之后忧郁症通常就是会比较容易解除。
还有一种类型是属于实症型精神官能症，它真的会有一种比较容易幻想的这个状态。那现代医学呢，常常说这一类型的人是身心症。怎么说呢？像我以前去当实习医师的时候啊，我曾经去这个精神疗养院还有精神科病房去实习，很深刻的时候，我有个实习的案例，他说他喉咙不舒服，很卡，胸口很闷很痛，一直很想哭，很忧郁。然后我想说，哦，这个病人他状况也太严重了吧，这么不舒服应该去挂急诊。然后就咚咚咚跑去跟学姐说，哎，学姐，这个病人他真的很不舒服，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转介到那个急性的治疗单位去？然后学姐说，其实他都检查过了啦，然后抽血都抽过了啦，该做的检查也检查过，都没问题啊，这就是身心症。那其实现在呢，回过来想，其实我的门诊也很常出现这样子的人啊，他就是全身不舒服，然后这边痛那边痛，而且又觉得胸口很闷很痛，尤其是反应很忧郁，开心不起来。这时候呢，通常给一点柴胡疏肝汤啊、四逆散啊、半夏厚朴汤啊，把他身体的气机疏导开来。那这时候病人就会觉得说，哎，我很轻松啊，我不会这边痛那边痛，而且我觉得有开心一点了，觉得生命中有意义了，可以走出去了。那这种就是郁症，属于实症型的。那接下来我就要讲诊间也很常出现的状况，就是失恋症候群。那这种状况呢，通常都会被妈妈抓过来看诊。通常都是青少年、青少女，然后爸爸妈妈真的看不下去了，就把他抓过来。那这通常都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小孩子啊，然后就说医生你看看他，你也念念他好不好？那失恋一下啊，整天到晚在房间里面哭啊，晚上不睡觉啊，然后又不吃饭啊，你看瘦成这样，然后考试又考不好。那这种已经跟我很熟，我就很信任，我就说，哎，没关系，我帮你治疗失恋，开药给你吃，你失恋就好了。小朋友的眼睛一亮说，哦，真的哦，我可以治疗，你可以治疗失恋哦。我说你放心，你会好。可是你不是男女朋友会回来找你，因为那是过去式的，我们下一个会更好。但是呢，我可以帮助你从这个忧郁啊、失恋啊、没有精神的状态走出来，让你可以处于更好的状态去过你的新生活。那其实失恋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外来事件啊。这种强大的情绪事件、强大的讯号，真的会强到把身体所有的气血的运作空间都占满了。所以呢，这个气血都被拿来运作这个讯号，这就是郁症。所以忧郁会伤心脾，心神受扰，然后呢，忧思伤脾，悲伤也伤肺。那所以我们又是气陷，又是呢气结。那这时候我就帮你把这个脾肺的讯号把它阻隔掉，我帮你处理肺气，给你宣肺，然后呢，我帮你补脾，让你呢不会这个气机不会在那边郁滞。所以我会给一些合欢皮呀、补气黄芪呀、吉林参啊，然后给你一些归脾汤，让你这个悲伤的情绪没有这个运作的气血当做基础，那你自然呢就可以走出来了。那当然呢，你很忧郁的时候，当然是有个穴道，有一些穴道可以帮忙保健的，像是我们的劳宫穴啊，就在手掌心中间。其实有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按一按它真的蛮舒服的。比较睡不着的时候，这个小拇指旁边啊，这个尺动脉这旁边的穴道都可以按一按。按一按之后呢，会觉得精神会比较舒缓一点，会比较容易想进入睡眠状态。还有脚上的这个三阴交这个穴道啊，就是在我们内脚踝这个足尖的这个地方，脚踝的这个肩骨的地方，然后往上3寸的地方，那就是我们三阴交的位置。那这个穴道常常按呢，其实也可以帮助情绪的稳定。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喝什么茶可以疏解情绪的郁闷状态呢？其实很多可以理气的、养心安神的这种药物都可以改善忧郁状态。如果你是气郁型的，你可以喝玫瑰花茶或是这个百合薄荷茶。可是要注意哦，因为你是要当茶饮用的，那你一定要找到没有农药的那一种才行。那你如果是阳虚型的，那我建议用这些比较温阳的药物去泡脚。像我有一个师姐啊，她在照顾她的先生，卧病在床的先生已经30几年，都是她在照顾。可是这个先生脾气又很不好，那常常有事没事就念他、骂他，搞得这个师姐真的很忧郁。那这个师姐后来就变阳虚型的忧郁症了。我就跟她说，那你
如果是这样子，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泡泡脚，然后我加点艾草，那加点何首乌啊、夜交藤给他泡泡之后，他觉得心情真的会比较好睡一点。那这也是一种处理的方法。吃坚果可以让心情愉悦吗？其实很多人想要靠吃，尤其是女生，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甜食，能量一阵促进，又觉得脑内啡也分泌了，就觉得短暂有开心的感觉。可是吃完呢，变胖，心情更不好。所以其实不太鼓励用吃来缓解情绪啦，因为开心是一时的，但是呢，难过可能会很持久。那我们用药物好好去调整一下，不要用大吃大喝来缓解心情不好哦。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可以疏解压力吗？其实，像这种含有酒精啊、咖啡因的这个饮料，可以暂时的缓解压力，心情好也只是暂时的，但是身体不好会变得很长久，而且会导致上瘾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我并不建议用这些会上瘾性的这些饮料来做缓解压力的事情。忧郁的状态真的让人家觉得心情很不舒服，而且会造成身体上的不舒服。那如果你或是周遭的人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尽快叫他找医生，然后度过心里面的忧郁期，可以帮助自己过得更轻松、更快乐一点。大家学汉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